The next stop is Nara, station number Q36, the final stop. Please exit on the right. 哈喽，小伙伴们，本期是一个路含量很高的视频，因为今天要从大阪出发去奈良找小鹿玩。接下来先去乘坐电车，奈良距离大阪是非常近的，乘坐有轨电车算上中间换乘的时间，也就大概1个小时左右就能到。There may be a small gap between the train doors and the platform. 今天的路线是在抵达奈良站之后，第一站先去兴福寺，从兴福寺出来之后，就一路走到第2站奈良公园，然后接着从奈良公园往山的方向走。第3站就是上山去参观春日大社，在逛完春日大社之后，会继续往山上走，去若草山看日落。从若草山返回的时候，会经过二月堂，最后再一路走回奈良站。在回去的路上还会途经东大寺，但并没有进去逛，只是从寺院外面路过。The next stop is Nara, station number Q36, the final stop. Please exit on the right. 刚从奈良站出来，就看到这个站前的小广场上在搞活动，是关于核武器禁止条约生效5周年的一个庆祝活动。OK， 那现在先去今天的第一站兴福寺。兴福寺离奈良站并不远，从奈良站出来直接步行过去就可以了。走在奈良的街道上，会感觉这里的节奏好像很慢，路上的人也不多。如果不把游客算进去的话，人口密度应该是挺低的。街道两边的建筑颜色看起来都比较克制，很少有特别鲜艳的颜色。整体看起来对比度和饱和度都不高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奈良保留了很多古老的寺院和传统建筑，城市街道的色彩看起来都比较朴素，街道和这些历史建筑之间好像有一种很自然的融合。不过我也只是刚刚从车站走了这一小段路而已，刚才的这些观察可能多少还是有点片面。奈良作为日本曾经的古都，其实还是很值得逛一逛的。走了没多长时间就到了兴福寺，兴福寺本身的面积也不大，稍微逛一会儿就能逛完。
走到兴福寺国宝馆这个位置，就已经能看到几只小鹿了。然后走到国宝馆的另一侧，小鹿的数量就开始变多了。这个位置也很接近奈良公园。奈良公园是今天的第2站。Do you see why I was worried now, Peyton? Yeah, a little bit. This is what it feels like to get young people in the field spot. Yo, people. 经过短暂的观察，这里的小鹿大概分为3个群体。第一波就是逃犯的，跟人类互动，索取食物；第2波就是打坐的，基本上就是挠痒痒或者窝在地上晒太阳；还有一波就是闲逛的。一会儿从奈良公园去春日大社的路上，就可以看到闲逛的这一波了。可能是吃多了，需要散散步，消化一下。继续往前走，就来到了奈良公园的另一片区域。这是在奈良国立博物馆附近，这一片的小鹿就更多了，而且比刚才那片地方的小鹿更有活力。这边的小鹿已经不是跟人类互动来获得食物了，直接就追着人要了。顺着奈良公园继续往前走，到了这边以后，地上又长满了小鹿。这里的小鹿明显是吃饱了，个个都在吧唧嘴。
这是一个上山的入口，也是去春日大社的一条路线，是一段角度比较缓的上坡路。一走进来这条路，游客就明显变少了，而且整个环境很静谧。在路上或者路两旁的树林里面，也时不时的就能看到小鹿在溜达。这个地方看起来也很适合低强度的徒步。Viene como las palomas con la mordida. Solo hay un montón de bebés. Muy bien. 在奈良有一个很古老的传说，据说当年春日大社的神明是骑着一只鹿来到这里的，所以在当地人的观念里，鹿也被看作是神的使者。在以前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奈良的鹿被视为神社动物。在江户时代甚至更早的时候，如果有人杀鹿，可能会被判死刑。也正是因为奈良的鹿在历史上一直受到保护，这些小鹿在奈良公园这一带生存和繁衍了下来。现在它们就一直这样生活在城市和山林之间，所以这一路上都能看到在路边或者树林里到处都有小鹿的身影。再往前走就到春日大社的入口了。现在已经可以看到一座朱红色的鸟居。春日大社是一座始建于公元768年的神社，也是奈良最重要的神社之一。从入口继续往里走，在参道两侧可以看到很多石灯笼。整个春日大社一共有3000多盏灯笼，很多都是过去的信众和贵族陆续捐赠留下来的。这些布满青苔的石灯笼就像沉默的守望者，见证了1200多年的历史。
从春日大社走出来以后，打算去若草山看日落，不过现在的时间确实还有点早，就慢慢往山那个方向走吧。这座山就在奈良公园的东边，海拔也并不高，大概有300多米。整座山的山坡几乎是一整片草坪，天气好的时候视野非常开阔，可以从山顶看到整个奈良市区。在每年第1个月的第4个星期六，这里还会举办一个很特别的烧山活动，会在夜晚的时候把整座山坡的草地点燃，同时还会燃放烟花。这次来的时间差点就能赶上若草山的烧山季了，确实有点可惜。关于为什么要烧山，其实一直有几种不同的说法。一种说法是在很久以前，奈良的2座寺院东大寺和兴福寺曾经因为土地边界问题发生争执，最后有人一把火点燃了山坡，后来慢慢演变成了一项传统活动。还有一种更实际的解释，是为了清理枯草，防止害虫滋生，也能让来年春天的新草长得更好。这个地方是看日落的一个非常好的绝佳机会，不过现在若草山闭山了，上不去了，所以今天很可惜看不成日落了。如果没有闭山的话，可以坐在这个山坡上，然后这一边正好是西边，可以看到太阳下山。在这个路上虽然也能看到一点，不过太低了。太阳再往下落一点的话就看不到了。接下来要去今天的最后一站二月堂。二月堂其实也是东大寺的一部分，因为地势比较高，这里其实也可以看到奈良的日落和夜景。不过还是觉着坐在山坡的草坪上和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一起看日落，那种氛围会更好一些。所以一会儿到了二月堂，就简单逛一逛，不再特意留下来看日落了。这个地方之所以叫做二月堂，是因为在每年的农历2月份都会在这里举行一场佛教法会，叫做修二会。据说这个仪式从公元8世纪开始，已经持续了1000多年，几乎没有中断过。在修二会期间，晚上会有一个很壮观的活动，叫做玉诵明仪式，也叫火把仪式。到修二会快要结束的时候，还会举行一个取水仪式。僧人会在晚上从二月堂的一个井里面取水，取出来的井水会被作为用来供奉的圣水。
离开二月堂之后，就要往奈良站的方向走了，去坐电车返回大阪。虽然这几天会在关西的不同城市玩，但是并没有再更换酒店。一方面是因为日本的酒店入住时间都比较晚，一般要到下午3点左右才可以办理入住，时间上感觉不是太方便。而且如果频繁更换酒店，就难免要来回收拾东西。另一方面是因为以大阪为中心的周边这几个城市距离都不算太远，基本上坐电车在1-2个小时之内都可以当天往返。一天玩不完的地方，第二天也可以接着再去。所以主要考虑以上这2个方面，就选择一直住在大阪了。现在走的是在东大寺外面的一条路，不过今天并没有打算逛这里，所以只是路过一下。看着这些在奈良参加校外活动的学生，成群结队的从东大寺前面走过去，脸上还带着很多稚气。忽然觉着时间好像在这里有一种很奇妙的对比。现在已经是下午4-5点，这一天正在慢慢的接近尾声，但他们的人生才刚刚开始。如果在上学的时候能和同学一起来这里玩一次，那么在很多年以后再回想起来这段旅程，大概也会是一段很难忘的记忆。返程的时候，走在东大寺前面的这条小路上，又碰到了成群的小鹿。看着学生和小鹿互动的场景，好像已经好久没有见过人类和动物之间这么和谐的画面了。OK， 小伙伴们要去车站坐车回大阪了，奈良一日游即将结束。这应该是在奈良遇见的最后一只小鹿了，希望以后还能有机会再回来看看它们。现在正在原路返回。奈良是关西旅行的第2站，今天的体验比我想象中的还要更好一些。可能是因为这是第一次跟小鹿亲密接触吧，全程都充满了新鲜感。跟小鹿互动的时候，感觉心情也非常放松。现在户外的气温其实是有点低的，不过在玩的时候也不觉着冷了。现在又回到了今天的起点奈良站，返回大阪的列车已经抵达站台，马上就要坐车回去了。走了一天的路也有点累，正好可以在车上休息一下。从车站出来赶上了蓝调时刻，打算在外面散散步，走回酒店。感谢小伙伴们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